人类已经痴迷于速度很多年了。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部不断增加的速度史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突破音障。飞机成功试飞后不久，飞行员们越来越追求速度。然而，剧烈的颠簸和巨大的阻力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加速。其中一些飞行员尝试规避高速飞行的风险，但结果常常是悲剧性的。终于，在1947年，飞行器设计水准得到了提高，可调水平尾翼，又叫全动尾翼的出现，使一个叫 Chuck Yeager 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贝尔 X1 试验机飞行速度达到1127千米每小时，成为第一个突破音速，飞得比声音还快的人。贝尔 X1 试验机是许多超音速飞机模仿的对象，之后有些飞机的航速甚至能突破3马赫。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会产生冲击波，像雷鸣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熟知的音爆。音爆会危害附近的人畜，甚至伤及周边建筑物，因此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开始研究音爆，试图阻止其在大气中传播，研究它的响度以及何时停止。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家研究音爆，我们拿一些最基本的声音举例子。想象往平静的池塘扔小石子，看到了什么？小石子引发的波浪在水中传播，所有方向的速度都一样。这些半径持续扩大的圆圈叫做波阵面。同样，虽然我们看不见一个像家庭音响那样的固定声源在制造向外的声波，波向外传播的速度取决于海拔、气温等因素。在海平面高度，音速约为1225千米每小时。与阿尔维卫表面上的圆圈不同，波阵面是同心球面，声音沿射线传播，垂直于波阵面。想象一个移动声源，比如火车汽笛，持续朝同一方向移动，声源前方的波会聚拢，增大的波频便引发了著名的多普勒效应。接近观测者的物体声调会变高，但只要声源移动的速度比声波传播的速度慢，它们就会保持相互嵌套的状态不变。只有当物体以超音速移动，比它自己发出的声音还快的时候，波的图像才会发生巨大变化。当它超越了自己先前发射的声波，同时又生成了新的声波，波们就被迫挤在一起了，形成了马赫锥。当它靠近时，观测者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因为物体比它自己制造的声音还快。只有物体超越观测者之后，观测者才能听见音爆。马赫锥接触地面形成一条双曲线，当它前行时留下一条轨迹，叫做超音速爆音区，这可以用来划分受音爆影响的区域。如何计算音爆的强度？可以通过求解著名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来寻找空气中气压的变化。因为超音速飞机是在空气中飞行的，由此导致了名叫 N 波的压力场特征。这个形状表示什么？音爆的出现是由于气压骤变。N 波包括2个爆炸，一个在机头气压骤升时，另一个在机尾越过马赫锥时，气压瞬间恢复正常。这导致了2次爆炸，但人类通常只听到1声爆炸。实践中，电脑模型利用这个原理，常能预测音爆的位置和强度。根据提供的航行轨道和空气数据，关于减弱音爆的研究也正在进行。与此同时，超音速飞机仍不允许飞越土地上空。所以，音爆是近期的发明吗？不是。当我们还在找寻降噪的途径时，很多动物们已经在利用音爆了。巨大的梁龙能让它的尾巴通过敲击达到超音速，1200千米每小时。
来威慑捕食者。某些种类的虾也能在水下制造相似的冲击波，只需弹一下它巨大的钳子，就能远距离惊吓甚至杀死被食者。所以当人类在对速度不懈的追求中取得了重大进步时，却发现大自然早已先行一步。订阅此频道，为您的好奇心腾出空间，并每周学习新知识。